2026年4月，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舞美抄袭风波，一开始看着还挺让人捏把汗的。毕竟内娱的饭圈摩擦，大家早就司空见惯，稍有风吹草动就容易演变成大规模的控评与对骂。但这次谭健次粉丝的应对方式，真的让人忍不住想拍手叫好。侯明昊巡回演唱会的舞美设计被指系统性复刻了谭健次2024年多见一次巡演的核心创意。消息刚放出时，舆论的火药味确实很浓。可没过多久，风向就变了。没有常见的互相攻讦，没有情绪化的拉踩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场目标明确、逻辑清晰、步步为营的维权行动。我总觉得现在的粉丝群体早就完成了代际迭代，他们手里攥着的不再是单纯的情绪输出，而是一套越来越成熟的项目化管理思维。当感性被转化为理性的证据链，当争吵被替换成法务与公关的协同，这场风波的性质其实已经悄悄越过了饭圈的围墙，变成了对演出行业底层规则的一次公开质询。咱们不妨把时间轴拉长一点，看看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行业生态与观众心理。咱们先说说粉丝是怎么扒出这些问题的，他们没有停留在我觉得眼熟的模糊地带，而是直接上了硬核对仗。整整8大证据链，从宣发框架、视觉设计到互动逻辑，一条条列得明明白白，刀刀直指背后的主办方幽灵文化。就拿最核心的倒计时猜歌体系来说，天数怎么设，物料怎么发，互动玩法怎么形成闭环，几乎是1比1还原了多见一次巡演独创的运营模式。视觉细节上更不用提 ，emoji 气泡的质感与排版，模糊文字猜歌的字体处理，甚至 gas 标识的摆放位置，相似度之高已经远远超出了行业通用模板的合理范畴。连文案的句式结构和文艺意象都透着一股刻意模仿的味儿。要知道，谭健次当年可是亲自坐镇总导演，这套创意当年还被央视网盖章认证为高定演唱会标杆。看到这我真的挺感慨的。现在做原创太难了，投入大，周期长，试错成本高，可抄袭却总能披上灵感借鉴或风格趋同的外衣，轻飘飘的就把别人的心血抹平。粉丝能把这些肉眼容易忽略的视觉权重、交互逻辑扒得这么细，说明他们是真的懂舞台，懂视觉传达，懂内容运营的底层逻辑。这种用专业对抗敷衍的做法，某种程度上比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有杀伤力，也倒逼着制作方必须拿出真本事来回应，而不是靠一句巧合就能糊弄过去。这次行动最让我佩服的，其实是粉丝在策略上的克制与清醒。他们没有把矛头对准侯明昊本人，而是死死咬住承办方幽灵文化，诉求非常明确，删除侵权内容，公开道歉，承诺停止侵权行为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们多次在公开声明里强调不针对艺人，甚至主动喊话侯明昊粉丝一起向公司追责，试图把饭圈对立的风险降到最低。法律层面也没闲着，早早委托了专业律师团队介入，到3月20号已经成功推动6个侵权账号发布了手写道歉信。舆论造势方面，他们见了井号幽灵文化抄袭谭健次演唱会井号的话题，但坚持带公司大名不上艺人热搜的原则，生怕被外界曲解为炒作或拉踩。说实话，这种打法在内娱的舆论场里真的算是一股清流。很多维权最后都变成了艺人背锅，或者纯粹为了蹭流量、博眼球。但这次他们把商业侵权和艺人形象切得干干净净，既保护了自家偶像的艺术成果，又避免了把对方粉丝推到对立面。这种成熟度其实已经摸到了现代品牌公关与法务协同的门槛。能把情绪控制在规则之内，能把火力精准聚焦在责任主体上，才是真正有效的发声。它告诉我们，理性的维权不是软弱，而是更高级的较真。事情闹大后，各方的反应也挺有意思的，直接把行业里那点潜规则摆到了台面上。法律圈的朋友聊起来都说，像倒计时猜歌这种抽象概念，确实很难受著作权法保护，毕竟思想本身不能垄断，但具体的视觉表达、排版逻辑、交互设计、字体与色彩的组合，那绝对是实打实的著作权课题。幽灵文化作为2场演唱会的共同承办方，拿同一套班底复用方案，在法律上或许能打个擦边球，但在职业操守上确实站不住脚。侯明昊粉丝那边也反驳过，说网传的对比图里混了其他艺人的物料，而且像倒梯形大屏这种硬件设计，本来就是行业通用元素，不能一竿子打死。媒体和业内中立人士则看得更透，纷纷指出内娱模板化抄袭早就成了顽疾，现在缺的是创意保护机制与行业黑名单，同时也提醒大家，艺人通常根本不碰舞美落地细节，板子该打在制作方的专业性问题头上。我听完这些讨论，心里其实挺复杂的。
一方面，法律对创意的保护边界确实模糊，给了不少公司钻空子的空间，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在实操中经常被滥用。另一方面，行业里一套方案走天下的省事心态，早就该被清算了。观众买票进场馆，看的是独一无二的现场体验，是情绪与视觉的共振，不是流水线上拼凑出来的复刻品。这次争议其实撕开了一个口子，让我们看到制作端和观众端在审美期待上的巨大落差。艺术可以借鉴，但绝不能偷懒。如果只把这事看作是一场版权纠纷，那就太浅了。谭健次粉丝反复强调一个事实，当年做多见一次巡演，他是真金白银，心血熬出来的。自费买翻唱版权，按帧逐秒的打磨舞美转场，每一站都要根据城市气质做定制化内容，这种投入在如今快餐化的演出市场里，简直像个异类。粉丝这次死磕到底，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，更是想拦住行业里那种降本增效掩盖下的敷衍风气。截至今天，也就是2026年4月24日，幽灵文化那边依然保持着沉默，没有公开回应。但这场风波已经像一颗石子砸进了原本平静的湖面，逼着整个行业重新去量一量原创这2个字的分量。有时候我在想，粉丝的较真其实是在替创作者守住最后一道防线。当资本和制作方习惯了用最低成本拼凑舞台，习惯了把观众的审美当成可以随意糊弄的变量时，是这些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死磕细节的人在提醒大家，舞台艺术有它的尊严和底线。谭健次的沉默打磨与粉丝的理性出击，反而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张力，让人看到了一种更健康的创作者与受众关系。沉默不是退让，而是让作品自己说话；维权不是攻击，而是为行业立规矩。回过头看这一整场风波，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早就跳出了饭圈互撕的旧剧本。谭健次粉丝用证据当矛，用法律当盾，把过去行业里那种借鉴还是抄袭的糊涂账直接摊在了阳光下。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维权演练，更是一次对演出市场价值观的集体校准。艺术当然可以致敬，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但绝不能在流水线上直接复制粘贴。观众的钱包和眼睛都是雪亮的，诚意这件事根本藏不住。当宣发不再只是套模板，当舞美不再只是拼设备，当制作方真正敬畏每一个舞台细节，这个行业才能走出内卷式敷衍的死循环。说到底，不管是艺人、制作方还是粉丝，大家最终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，让舞台回归舞台本身。当维权从情绪输出转向精准追责，当讨论从谁抄了谁升级到怎么保护原创，这个行业才算真正往前迈了一步。希望这次的风波能成为内娱演出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值得记录的坐标，而不是又一场过眼云烟的撕扯。毕竟，好作品和好舞台从来都是熬出来的、磨出来的、用心血浇灌出来的，绝不是抄出来的。而我们愿意为这样的诚意买单，也愿意为这样的底线发声。